美国现在失业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者，已经占到所有失业者的1/4的26%了，数目还在继续扩大当中。他不是中产哦，他算是高薪的，年薪25万美金，相当于台币800万。结果呢，他也投了800个履历，结果他去帮 Uber 送外送。他原来是药厂的业务主管，他后来他必须要做零售业跟外送业，他才能够维持他基本的生计。他的小孩本来是念贵族学校，现在改叫他们念社会大学，为什么？他供不起。现在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迈出美国这个字体，现在在全球席卷，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呢，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联准会主席他证实了，他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这个是来自于刑事起诉的威胁，就是川普恐怕已经对他寄出了刑事上面的威胁，而鲍尔因此呢，他在这个时候就痛批这个是政治上面的施压，将会动摇到联准会的独立性。也代表呢，美国的货币政策正在被政治权力给正式的接管。这个消息一出，全球的金融市场怎么做反应？我们来赶快看到迈出美国。我们刚刚说了，其实这样的气氛这几天不断的蔓延。首先，我们看到包括了美元跟美债都被抛售，美股呢早盘除了跌之外，美元现在也跌幅达到了3周来最大的跌幅，美债被抛售，而黄金则是价格创下4600美元的新高。全球资金开始做重新针对于美国的评估，也就是说，美国值得信赖吗？成为大家现在在思考的议题了。还包括了另外是前3位的联准会主席，包括了伯南奇跟耶伦等人也出面力挺鲍尔到底。针对于鲍尔的刑事调查，他们是认为是史无前例的透过检察手段削弱了联准会的独立性。针对这样子一个迈出美国的氛围，是否整体削弱了美国金融霸权？司法难道沦为政治工具了吗？大使怎么看？那一定是削弱美国的政治霸权，削弱美国的司法这个整个的政府体系的可信度嘛。可是做这件事对川普有利啊，川普对那个鲍尔已经怎么讲呢？已经深恶痛绝到什么程度了？每次叫你这个升息，你都给我这样拖，害我的这个经济状况不能够照川普所说的那么好，就是因为他认为最大让他这个看不到好的成绩单的，就是鲍尔不配合，对，而且呢，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川普去这个美联储去视察的时候曾经拿了一份资料交给鲍尔说，你们这个美联储大楼的这个整修工程这个一开始到后来追加预算追加的这个有一点问题，你这里面是有问题的。那然后拿了一堆资料交给鲍尔，当面，而且当着众人这样讲，那已经就是在警告鲍威尔啦，就是说你再不跟我配合的话，我就要拿你这个案子做文章了。那鲍威尔一头雾水他也搞不太清楚他只知道就是说，哎呀，他们要这个把这个联邦储备银行的大楼重新老旧大楼整修一下，只是追加了几次预算，没想到川普找了一大堆东西，因为司法部调查局都在川普的手底下嘛，对，所以呢，这个鲍威尔现在我觉得他就是说触了川普的逆鳞嘛，结果呢，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刑事的追查，我跟你讲，美国的司法基本上不要以为真的是那么客观公理客观独立。川普自己就说啦，当时这个拜登他们就是用司法来整他多少个案子缠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说用这种司法来把他的名誉把他水混，然后让他去花钱，因为他打官司他不要钱嘛，很贵的。然后呢，用拖累他，给他示威。对，那所以这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川普做事是常常讲不是没有原则，他没有下限。他没有下限，什么手段都使出来。那这个对于美国的这个国家体制来讲的话，那现在美国国家体制其实建立了一个概念叫制衡，没有人拥有绝对的权利。靠制衡来维持这个制度的公正性，跟他的怎么样专业性。那你现在川普的意思是要把所有权力都推到他手里面，那你所有的经济的政策就要服务川普个人的政治目的，那就是什么短线、冒险，然后呢违反经济规律也在所不惜。
那美国的政治经济谁敢还对他有信心？你手上拿美国债券的话，你就想卖掉了。对。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整体的金融市场也弥漫着很不安的气氛哦，卖出美国，这是在金融市场的部分。其实呢，我们来看到美国它的民生市场也非常的低迷，现在呢延烧的事情就是低招聘这样子的一个就业市场的结构。尤其我们看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数据哦，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裁员比例已经倍增，从16%到32%了。那去年12月失业时间的中位数是11周左右，创下2021年以来的最高数字。中产阶级过去大概有60%的人口，现在竟然降低到只剩50%了。中产阶级难道逐渐消失当中吗？就业市场如此的低迷，是不是这些底层的人也会被忽视呢？看给我们1分半就好。因为中产阶级其实是美国社会的，其实它最主要的中坚力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美国现在失业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者已经占到所有失业者的1/4的26%了，这个数目还在继续扩大当中。我们举2个例子，一个就是那个33岁的一个琼斯他年薪9万，他每个月要付$2400的房贷，他年薪9万，大概一个月的话大概就不到1万美金，然后他其中1/3他就要缴房贷，于是他就等于接近要破产了。他投了1000个履历，结果都没有人录取他。他现在只能靠什么吃老本？好，那这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再看一个，他不是中产哦，他算是高薪的，年薪25万美金，相当于台币800万。结果呢，他也投了800个履历，结果他终于到了什么？终于到去帮 Uber 送外送这样子。那你就晓得说，他原来是一个什么？他原来是药厂的业务主管，他后来他必须要做零售业跟那个外送业，他才能够维持他基本的生计。而且他的小孩本来是念贵族学校，现在改叫他们念社会大学，为什么？他供不起。那这个现象不是发生在加州比佛利，而是你会在美国的主要的阶层里面，你都看得到这种倾向。也就是说，他们发现那现在这个环境是低招聘、低解雇。就什么很少在招人但也很少在裁人，就不会动。这样不会动的话，它经济指标就永远上不去。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实际上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跟川普说的黄金时代完全是2回事，而且完全背其道而行。这种情况还要继续再多久下去呢？其实老实讲一句，美国人民也是都在忍耐了。好，所以如果美国人民苦哈哈，眼看其中选举就要到了，所以现在川普其实不只是干预在司法针对联准会之外，还干预到金融市场。我们看到他2个政策，第一个就是强行的封顶信用卡的利率，控制在最多10%，这是针对民生的这个信用卡的利率。第二个，他要控制这个房贷利率，不要让它太高，所以他就让这个房利美跟房地美2家公司砸$2000亿买这个抵押贷款的债券，企图压低房贷利率，但是银行也讲了，你这样只会导致信用紧缩，这样民众未来只能跟高利贷来借钱。像这个怎么看？到底川普在不在意这些事情？是有，他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但你说他是为了百姓吗？还是为了说这个选票？其实不见得，他只为了他自己。那百姓他没有在意，那么有钱他不在意一般民众的啦。选票其实也是，他基本上没有下一任了。所以看到现在川普做了很多的极端委内瑞拉也好，伊朗也好，包括对美国国内也好 ，IC 这些当中的查缉非法移民，他都是一个就是要在任期内非要达到他自己目的的。他因为是商人，所以他这个执行度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也是不太一样的。只不过对于整个美国的金融制度伤害到什么地步？要知道，其实包括联准会 FED 跟财政部之间的关系，这是美国非常精妙，犹太人为美国这个政府设计的，所以才能够这么强大。在欧洲都没有这么样的精妙。但是呢，要知道，其实，在金融市场是这样子，美国很强，川普很强，美国财政部，各位各国都有财政部，都有央行，但是最上面的金融资本国际，那才是。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了美国的经济是否大崩盘了吗？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统整，说100万人的失业问题现在在美国发生，还有物价飙涨，更有
60%的美国人陷入在贫穷的地狱当中。这些数字都不是空穴来风，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细细看。美国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现在是否自己拆掉自己的金字塔？因为有一个最新的数据做了揭露，现在60%美国人陷入在经济地狱里面，他们靠政府补贴，也靠信用卡的卡债过活，连基本的开销，尤其现在碰到高通膨的问题，都快要撑不住了。先来看到几个数字，来自于这些专家说的。桥水基金创办人，我们先来看，他说美国的经济现在依赖的就是这一些1%的高生产力族群，而底层有60%的劳动者都逐渐的被边缘化了。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形成非常强大的经济弱势阶级。而60%的美国人，他这样说，有阅读能力只有相当于小学6年级或者是更低，造成美国现在内部生产力停滞跟社会阶级的划分越来越明显了。来自于人力机构也做了一个分析，他说到今年的9月份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宣布裁员94万多人了，而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科技业裁员的现象是最为严重的，一共是高达了10万人。而这个也不是一个预言的，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包括了科技业的亚马逊已经宣布了准备大砍3万名员工，这是史上最大的一次裁员潮。简直就是一触即发了。更惨的是，确实现在美国的通膨问题非常的严重。我们要来看到美国现在家庭每年得多支出$1500，包括了他们现在日常要吃的东西，牛肉、水果、日常用品涨幅高达了10%到15%。美国的消费者的信心10月指数也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制造业更是连续4个月都是收缩的。美国民众的信心可以说都是已经快要崩溃了。而美国进口商为了要避开这些接下来潜在的关税冲击，他们选择跟中国大陆现在进行提前拉货，赶忙从大陆进口春季的商品，先放在自家的仓库先放着，免得商品会越来越贵了。节目一开始来请焦代老师怎么看了？美国号称世界首富，但是60%的民众现在陷入在贫穷跟负债当中，阶级似乎已经越来越明显了。这样的结构还能继续支撑美国霸权吗？我觉得美国很脆弱，也很危险啊。美国所幸都一直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公司出现，然后这些公司的产值是十分惊人，所以一直依靠的这些新生的科技、新兴的这些公司来养活美国广大的底下的人。你看，在过去有微软。本来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之前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出现经济的危机。微软还有后来的数位经济他们的出现你看它开始改变了美国，解决了美国的财政的问题，美国的经济的问题。然后 Meta 又出来了，脸书出来了，你看它创造多少财富，不管是亚马逊，然后到这个特斯拉，你看到今天都还出现了。英伟达就是辉达这样的一个公司，辉达的现在的产值都已经到它的整个公司的市值都已经到5万亿5兆美元这不得了啊！它一年的产值都已经是至少3400亿以上，有人估计它到5000亿都跑不掉。可是你想想看，我们台湾一整年的总产值也不过就7600亿美元，美国一家公司可以将近我们的1半国家的总产值。这代表什么？美国依靠的就是这些大公司，这些高科技的大公司，他们在支撑整个美国的经济的一个发展。可是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脆弱？就是如果这些公司出问题了、出状况了，我举个例子，假设这个特斯拉被中国的电动车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苹果在中国大陆卖不动了。或者是苹果被中国大陆的手机都打败了，然后它消失了。假设我都用假设了。对。那你想想，假设中国的 AI 起来了，然后辉达，所以为什么黄仁勋他常常觉得他会睡不着觉？因为他觉得我今天起那么快，我明天可能就下来了。那如果他们一下来，如果这些支撑的美国经济能够养活这么多的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贡献的税收非常的高嘛。所以美国的社会福利或者美国的社会补贴，其实依靠的是这一些赚非常多钱、经济体非常大的这些公司的税收。那你想，这些公司如果一旦瓦解了，美国还剩下什么？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个国家，它的经济这样发展是错误的，是非常脆弱的。它一直依靠的就是硅谷等这些大头脑他们的创新的东西。可是中国打的是一个系统战，而且中国的高科技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领先的科技，未来10项科技中，美国能领先的不到3项了，7项中国领先了。所以如果这些美国在未来它都不再有这种独角兽巨大的公司存在的话，美国它基本上社会说崩解，也可能就是一夕之间的事情了。好，所以有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重压，不管是新创产业、科技产业，但是又要面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竞争。那另外一方面，美国现在确实经济内部也碰到许多的问题。刚刚讲的嘛，制造业萎缩，还有100万人失业。现在还有担心的就是 AI 取代了这些所谓比较低阶层的人力，美国转型会不会反而被掏空？经济会不会面临崩塌？委员又怎么看？都不会。我肯定的说哈，美国本来就是一个阶级社会。美国是一个认为强者应该享受的一个社会，所以他们对于弱者不会有太高的同情。在教育上你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有大学教育人口比重数一数二，大概有劳动人口50%以上受过大学教育，这个比例在中国只有18.5%。可是你如果看到50% 以上受这个大学教育的，对不起啊，那个其中念那个理工科的、技术科目的50% 里面竟然不到5%啊，都是念一些什么服务啊、哩哩扣扣的那中国又不太一样，这18.5大学毕业里面有将近一半的6%比美国还多了念理工科的，这是第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比较。第二个啦，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大学。然后可是美国有全世界最烂的大学，所以他50%念过大学一半以上都烂大学，什么这个什么 community college 之类的东西。那因为中国对于大学教育是严格管制，不是你想设就可以设，所以变成中国的大学的素质会比较平均、比较高那这几乎是2种不同社会思考所产生的一种劳动力的生产结果。那再来谈到这个中学以下的教育中国你可以说它强迫教育、义务教育，公民接受教育是公民自己的义务，要把书念好。所以这么一强迫结果即使中国只有小学毕业生，他的算术跟代数的水准远远高于美国中学生。那美国采取一种比较放任的教育那跟东方某小岛很接近你那个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就是这种气氛可是大陆不行大陆连那个小学都很严格的要求，所以变成说中国大陆虽然它大学生的比重比美国小，但在实质上它的劳动阶层的教育水平比美国劳动阶层高，所以这形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说，美国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可以产生最好的精英阶层，可是就经常会形成美国就是一个阶级社会。那因为美国有这些精英阶层存在，那变成美国也不太容易垮有点拖死狗的味道。那中国呢，就是说因为教育的这个大众教育很成功，可是它会相对的会创造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失业率会比较高。因为教育程度高，他做那个比较低层次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所以美国的失业经常都在4%以下，中国的失业率都在5%以上。所以这个2个国家各有它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那另外请教厉将军呢，在谈到这个关税，还有这个高通膨等等的问题。首先我们要知道，美国现在政府正在关门当中所以说现在的 CPI 指数来讲的话，它没办法统计包括到美国政府机关来讲的话，甚至于商业机关来讲的话，他们不晓得现在最新的数据是怎么样。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来讲的话，这个从美国来讲几个指标，我们都认为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来讲经济将会面临一个很严峻的一个考验。第一个来讲，它国债已经高达到38兆这么多，38兆美元。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历上滚例来讲的话，确实今天是耶诞节，本来应该是耶诞节，但是在美国却如此的不幸，是耶诞节崩了吗？因为尤其美国在消费、房市、就业三线失火，现在呢，根据统计，美国有50万人都是住露营车来长期过夜过冬的。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则是改变了它的经济的战略啊，连12个月是默默的囤黄金，是为了什么？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确实哦，今天耶诞节对于美国的部分家庭来说一点都不平安。10月份开始，我们看到美国的消费者对于耶诞节礼物啊这种全体的消费可以说是大降温，尤其在哪一些族群呢？18到28岁的年轻族群啊，他们在耶诞的这个购物上面支出直接大减了30%，就是因为对于经济接下来非常的不乐观。另外，整体做了一个统计，每位消费者在今年呢，光是圣诞节的支出就已经较去年同期暴减了1552美元的一个金额。那尤其现在更是受到川普关税战的影响。我们看到耶诞的商品，因为要课了这个进口的关税之后，所以呢，它的这个进口量，耶诞商品进口量年减幅高达了25%。尤其这个最热门商品，也就是最有象征意义的圣诞树哦，中国大型人造耶诞树现在价格进口到美国高达了500美元，换算新台币，一棵树竟然要1.5万元呐！美国当地制造的耶诞树的价格更是中国大陆制造的达到了3倍。好东西都是变得这么的贵。今年美国的耶诞节很不一样哦，因为面临到一个很现实的通膨问题，所以呢，大家竟然开始掀起了新风潮。改买二手的礼物来当耶诞礼物，二手玩具、二手珠宝，甚至二手的精品，成为今年耶诞节的新风潮。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一家是美国的二手零售商啊，他就说，光是过去3个月，我们现在销售额竟然不减反增啊，一口气暴增了，大约达到了10%。还有呢，这位是住在洛杉矶的36岁的女子哦，她这样说，她说，今年呢，我还是想要耶诞节的时候买精品给我的母亲，于是呢，我就去了二手商店买一个Coach的二手包包给她，价格是125美元，一定得买二手的，因为新包实在是太贵了，买不下手啊。所以今年耶诞节，美国人省着过，到底是短期的通膨压力，还是现在中产阶级结构性面临消费降级？岳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观念省着过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美国人的生活会有省着过的概念。美国人基本上的话呢，连冷气一开，整栋大楼他坐中间一层，美国人都是大浪费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这里面的话讲的问题非常有趣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其实讲起来，你刚刚讲到那个二手的 Coach 我对精品的懂一点，在欧洲待得久这个 Coach 算是精品当中最便宜的啦，大概已经最好的 Coach 大概就是就不得了了，大概就是300-400块美金了，这个大概就可以买了新的。所以为什么连 Coach 都要买二手？这个表示美国确实是面临了很大的经济的问题。美国经济问题的话呢，分成3项。我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在美国赚钱是很难的。美国人想赚美国人钱，中国人到美国的话呢，原来我们只听过成功的故事，什么黄仁勋啦，或者张忠谋什么的。胡扯八道！我跟你讲，在美国的生活非常困难。大家不信的话呢，到纽约看看法拉盛那边的中国人是怎么样求生存的因为赚钱是不容易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非常小气。第二个，关税的目的是什么呢？关税目的就是说把人家东西弄得很贵那么这个自然就有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没有短期的，通货膨胀就是价格的。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关税是依照川普来的，太突然了。美国人是不存钱的，你要了解美国人的理解是认为说是富豪就是能够欠人家钱到银行贷款，所以美国人话打完拳击就是那种超级几百万几千万的别墅住子就是因为人家会贷款给你，表示你未来有前途，所以美国基本上欠钱的。那另外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到说那个圣诞树为什么卖到15000台币？事实上以前的话呢，我觉得圣诞树大概150就差不多，为什么差100倍呢？原因就是那是美国制造的，是任何的 Made in USA。你算算美国人的成本、美国人交通运输以及美国人临时在这边的投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经济。经济
最重要的就是自由，自由其实就是透明，货畅其流，人尽其才所产生这个结果。美国现在一般人面对的生活的困境，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这个只是刚开始而已，这只是川普上台后的第一个圣诞节，接下来还有好几个都会按照这种情况来发展的。大家只要看到美联储一直迟迟不肯降息，就是表示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很严重的。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光是耶诞节哦，民众是消费力大降级。不仅仅现在是整个耶诞节，我们来看到，如果宏观一下美国现在整体的经济状况，我们从3个方面来做解读，其实也不乐观。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房市在翻车，第2个是人民住不起房子，现在往车子里面露营车哦，住露营车的数量竟然暴增。第3个就是就业持续的走衰。好，我们先来看到刚刚讲的第一个，房市不景气，房市翻车，经济火车头。尤其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调查显示，10月份全美53%的房市估值都在下跌。包括了哪一些地方是重灾区呢？现在预估看起来整体是落在美国的西南部还有南部地区。其中几个地方重点城市，像是我们看到丹佛这个预估的房市估值下跌了，竟然高达了91%。好，南部的奥斯汀89%，Dallas 跟凤凰城更是高达87%。所以呢，住不起房子的话，现在房子看来薪水也不够，所以他们就住到了这个露营车了。那露营车里面，这个是来自于露营车产业协会做的预估，现在全美48.6万人长期住在露营车里面，这不是真的在露营哦，是因为真的现在住在房子里面的消费实在是太高了，所以这个数字更是创下了2021年的2倍以上。而且这些人1/3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带着自己的家庭住露营车的，这些人大部分的年收入在美国是低于$75,000的。刚刚讲了嘛，不仅仅是在房市受到影响，包括了现在失业率，美国11月的失业率是4.6%，数字创下了4年来的新高。好，这是美国的部分。那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呢，我们来看到它也在持续的调整它在经济上面的战略，这一回进行的叫做去美化战略。光是统计到10月底，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黄金储备7400多万盎司哦，已经连续12个月都是增持黄金的。采用的方式是低量多次，慢慢的买进。10月黄金价格一度冲上了$4294。请教干哥怎么看？中国持续买黄金去美元化，会是在为下一轮的金融动荡做提前卡位吗？为什么大陆要一直买黄金？它的策略是什么？到10月底中国黄金储备量达到7409万盎司啊，那这是什么概念？我告诉各位，就是大约等值于3000亿美金的黄金储备。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个是你看得见的，实际上绝对不止这个数。因为国际金融专家也讲说，到底中国有多少黄金啊？我们说句实在话，没人说得准。但是你可以知道荷兰的黄金储备，你可以知道德国的黄金储备，你甚至可以知道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它的那个储备量啊。台湾的你也知道，中国你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大概7400多万盎司啊，是你看得见的。你知道中国大陆从去年开始，每个月都在多买黄金，但是呢，它平均多少？你知道？平均一个月买3万盎司啊，跟那个7000万比起来是9牛1毫嘛，对，你感觉不出来，对，所以它不会造成东南亚附近这些国家的金价的太大的波动。为什么？它就是不要波动，但是它把黄金当成战略储备物资在进口，所以它慢慢的买，而且为什么你知道？他在关税的贸易战还没开打之前，他就开始买了。为什么？他已经看到了，川普你要大搞是吧？你要大搞，我告诉你，到最后最稳当的就是黄金，而且他们知道说这个黄金储备你要就是不动声色，让大家没有感觉，温水煮青蛙，所以他是慢慢的买到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因为金价有一段时间高达$4290嘛。然后还有一阵子还听说还有到4380的，现在已经回来了啦。可是我跟你讲，国际这个金融专家已经讲了，可能到了明年会到4700哦。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在问啊，那我们散户能不能买黄金？其实我们来宾不能告诉你答案，只能告诉你说，黄金它一直在走阳，
可是你如果走得太快或走得太高的话，对于这个国际全球的贸易市场不是太好的事情，对不对？对。所以说它是不是投资的标的，我们不能够给答案，我们只知道说，中国不断在购进黄金，而且中国有很大一部分，你知道购置哪里吗？绝对猜不到的。它购置俄罗斯啊，俄罗斯国家银行拿来卖啊，为什么？因为对不起，战争准备，战争快打完，还没打完，没办法，再拿黄金出来卖。你知道俄罗斯现在最近卖给这个大陆的那个黄金啊，去年只有2.23亿，你知道今年多少钱吗？去年听清楚，去年2亿，今年19亿美金。那你想想看，俄罗斯拿出这些黄金出来倒，自己也很心痛啊。可是它还有另外一个战略因素，它要支撑卢布，不能让卢布崩溃，所以说它必须要拿出来卖。然后呢，跟大陆的这个黄金交易还是持续在增进之中。当然，习近平也有相对的这些优惠的措施给俄罗斯。所以你知道，中国的战略布局早就放在前面了。对于黄金的储备，从来就没有松懈过。而且回到我刚刚讲，到底有多少还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晓得说，在大陆它的整个的国家的政策上面，对于黄金它是非常非常重视的。而且它不会因为通货膨胀，或者因为国际的经济局势走衰，它就没有可以支撑的稳定器。黄金就是最好的一个商品。好，谢谢干哥。那我们再回到说，刚刚也提到了嘛，美国的经济问题。刚刚说这个房市预估值，全美53%房市预估值都在下跌，同时呢，就业数据表现不好，再加上消费同时降温，还有50万人住进露营车里面去，美国经济还有办法软着陆吗？那这个50万人住露营车的数字要不要担心？委员怎么看？我觉得美国的经济要软着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大家不要看别的，就光看川普在12月17日，他在这个美国的新闻联播的黄金时段发表了一个18分钟的讲话。通常美国总统在这个岁末年终会忽然之间在黄金时段针对全国这个美国人民来发表谈话的时候，只有2种可能：第一个要发动战争了，然后第二个就是美国遇到重大的冲击跟伤害。所以大家就在那个时候在想说，川普是要打谁了呢？忽然之间把这个时间这个 book 下来黄金时段他要自己出来讲，就没想到川普自己出来讲了18分钟，这18分钟不断的在解释说他为美国经济做了什么不断的这个在跟大家保证说他将来还要做哪些东西。所以当你看到川普这个面色凝重，不像过去这么从容悠哉的然后这个快速语速急速的在18分钟之内把这个话讲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川普的焦虑了。他的焦虑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他的民调已经跌破这个4成了，只剩下3成多，有的说他只有3成5了，有的说他3成1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当然要进场来救民调。所以很显然的，他那18分钟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做信心喊话。但是这种信心喊话恐怕没有办法真正的解决美国现在的问题了。坦白讲，我是很喜欢川普的，因为我一直认为川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救星所以我一直希望他留在那个位置上。那我当然希望说他还能够赖在那里啊，就是说他不能够那么快走啊。那么因此我要讲说，可是美国现在情况真的很糟。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房市下跌，各位知道房市下跌马上冲击什么？马上冲击银行。因为美国的房市很少人是拿现金一次买完的，都是贷款的。当房市不断的下跌的话，各位知道那个抵押品的价值就在跌了，跌到了某一个点，对银行来说，它就要断头嘛，它必须要保住它的资产。它如果没有保住，那么现在美国的这个银行的这个房屋的贷款，它就等于是会造成银行的冲击啊。所以如果房市在持续的往下跌下去，美国一定会有很多银行会面临破产的问题啊，因为它的贷款它收不回来了它的抵押品已经这个不符合价格了，或者你就逼着美国的人民，因为他被银行催缴，他必须把房子卖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讲的有这么多人要去做露营车了银行体系从 local 一直到 global 到全国，到这个 national 到全国的这个状况，这个是一路的延烧上去的就是说你从一点一点的慢慢扩大下去的话，你最后就会造成一个很难以收拾的状况。那第二个，我们讲的是就业，失业率美国现在在上升，
一点都不意外的原因，是因为 AI 时代来临了，所以整个的产业结构，所有的这个人力配置都开始重新调整。不只是传统产业，因为受到了 AI 的冲击，开始裁员。我说过，连高科技产业裁人都没有手软哦。对，美国的5大 AI 巨头都在裁。Microsoft 的裁了上万人，这个 Amazon 要裁3万人，现在裁了快15000人了，每一家都在裁。他裁了状况就是造成说，如果连高科技都在裁，传统产业也在裁，那当然美国的失业率会一直不断的上升啊。不要讲别的，光讲我们自己数字王国这家电影视觉特效公司，我最近就拍板说我们要裁全美，我们要裁30%到40%的人，因为 AI 的出现之后，对每个产业都造成了冲击。我的人力需求没有这么高了，我不要负担这么重的人力成本的，所以失业率要下降很难了哦。那再来。你 CPI 就是通货膨胀开始不断的往上升。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新闻的数据说，买一个2手的 Coach 包包要$125，$125我都快要吓死了。就是如果有去过美国的朋友就知道说 ，Coach 在美国的 Outlet 其实不是一个很贵的品牌哦。所以呢，我们台湾的观光客到 Coach 都是扫货的嘛，大概篮子开始扫。日本这个观光客早期最喜欢 Coach， 就一去就是整个都把它扫走了嘛。当然你现在还有一些什么 Michael Kors 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品牌，但是 Coach 基本上它的价格没有那么高，一个2手的东西要卖到125，那真的是非常惊人的天价了。但是重点不是这个，它不是奢侈品的问题，它的民生必需品，它的价格也在涨啊。所以各位知道，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来说，当你的失业率上升，当你的 CPI 也在上升，你就是被判了双重的这个夹杀了，死刑了。就是对美国的 Fed 来讲，它通常要不要升息，它就是看这2个数字嘛，失业率跟 CPI。如果失业率上升了，代表经济量能不够，它必须要释出更多的资金到市场上来。如果 CPI 太高了，通货膨胀起来，代表市场的资金太多，它必须要把钱抽回来。但是如果这2个都上升的时候呢，它就两难了。我究竟应该放钱还是不该放钱呢？那如果再加上房市开始下跌，银行头寸越来越紧，那我不得不被逼的再放更多的资金。所以你看到联准会最近宣告什么？他宣告美国接下来还要再升息，这个降息1码，等于是再降1码，再放钱进市场。同时 ，Fed 准备要去买400亿美元的短期公债。各位知道，对这个联准会来讲，他去买短期公债代表什么？他拿什么买？他当然拿美金买，所以代表说他又在投400亿美金到市场里了。所以这个市场已经通货膨胀了，钱已经太多了。然后你现在再降息再投钱，那你这个通货膨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我要讲的说，对美国来说，它要软着陆，恐怕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那么当然还是回到我先前讲的啦，我是希望川普能够顶得过去啊，因为他毕竟还有1-2年的时间，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还没有完成啊，所以川普同志要继续努力啊。好，谢谢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国底牌真的要打完了吗？因为《经济学人》现在也惊破了，说台海危机正在倒数计时当中，美国可能实质上真的放弃台湾吗？今天我们一起来做解读。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是《经济学人》重磅封面，震撼全球。画面是什么？我们看到的是台湾国旗被液压机给即将要碾压的一个画面，标题写得很直白，台湾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还警示说这场危机可能比你想象中的还快要到来。经济学人列出了3大变数，我们带观众朋友今天先来看到前2大变数。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他说的，美国的威慑力正在瓦解，而习近平犯台野心更加大胆。第2点，中国在外交灰色地带行动，让70个国家都认同了中国拥有采取一切手段夺台。那么灰色手段这当中也提到了，包括说这个共机经常的扰台跟海警执法等等。更吊诡的是，我们要来看到是川普先前不是常放话吗？说中国如果犯台的话，就会对中国课征150%到200%左右的一个高关税。但是我们看到关税战打到现在，这个都已经关税喊到145%了，几乎已经要超过这个水位了。川普这个时候还有底气吗？还有牌吗？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川普针对购买伊朗石油、俄罗斯天然气的制裁的这个比例，都比现在150%，甚至说200%还要更高。那这样子的一个中国的灰色地带的战术，是否配合外交攻势，已经让国际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开始逐渐的不一样了。杨老师怎么解读？
我先讲美国是不是所谓已经实质的，就是弃台，或者是接近这个边缘？那我觉得这一篇《经济学人》的文章啊，其实写的还真的不错，没有明显的偏向任何一方，那对事实做了很具体的描述，对于时间点呢也提出他的评估。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当然，因为在过去这10年或者再推远一点15年。第一个，中国大陆解放军的军武的发展其实真的非常的快速具体，海军、空军，然后呢导弹各个层面。第二点，美国同一个时间，美国的军武的提升事实上是停滞的，而且出现很多的问题。那尤其是在西太平洋这个区域，你看到中美之间的武器的这种对比，就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那第三点。尤其我们台湾人感受最明显的，就是从裴洛西来台之后，连续几次的围台军演，其实美国的军方、美国在军事层面是没有任何具体的作为的，只有在军演之后，偶尔会所谓的军舰穿越过台湾海峡，你这个1次2次也就罢了，但如果长期的是如此的话，在两岸之间的军事的平衡跟中美之间在这个区域的对比就很清楚，美国是否有这个能力跟意愿。因此，从拜登到川普就看到，拜登是对空喊话说一定会来军事援台，川普就讲得很明白的大白话说，美台之间距离如此遥远，而两岸之间却只有65英里，所以这个意思当然这讯息就很明确。那可是呢，是不是中国大陆就开始采取这个武统？还是说呢，它是用配合外交攻势，然后以及灰色地带？我们看了几次演习，的的确确是在发展这方面的作为跟能力。当然，它跟实际上的军事武器的使用或武统不是截然划分，甚至可能是一个一体性，或者是一个时间，或者是一个同时这个采取或搭配的都有可能。因此，我是觉得在国际上的，就是说各国对于两岸的问题渐渐的也受到权力移转。以及中国的整体实力的提升，对于两岸的问题采取一个比较符合他们自己外交利益的观点。那这个是我们台湾在这边一定要有所认知理解的。那同时，两岸之间也因为台湾的内部，这个文章也都提到，台湾内部的政治的两极以及分散，没有办法提出的具体的政策。但同时，两岸的经贸关系还是这么密切。去年还是中国大陆加香港还是我们第一大贸易伙伴，来到32%，所以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对策。那同时，你看到两岸之间，赖清德政府又做不断的切割跟警告，经贸密切，但是呢，互动之间互视为对方为敌对，尤其在赖清德讲的是敌国的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两岸的情势这一篇文章真的就像你讲的这个液压机一样就可能随时会压下来或慢慢的压下来，而这个时间点呢，真的不是操控在我们台湾这一方的。好，同一个问题，将军又怎么看？现在这个干预台湾也变成国际间的一个禁忌了嘛？那接下来中国大陆又会怎么做？加速台海内海化吗？你怎么看？其实这70几个国家已经跟中国这个已经在外交上面已经结成一体了啦。那本来我们美国还寄望，就是如果说是大陆来讲武力犯台来讲的话，可以全世界共同来抵制中国。可是我们从俄乌战争里面，我们看到你美国所发起的对俄罗斯的抵制，并没有产生任何的效果哈。虽然说祭出SWIFT等级的核弹级的金融制裁，但是这3年打下来，我们没有看到俄罗斯有任何的受到任何伤害。那更何况是中国如果对台湾，因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讲，毕竟还是国跟国。那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对中国大陆来讲，他一直不承认你是一个国家，他一直尤其是最近，他更强调说你台湾只是他中国的一个省。在这种状况下，其实各国是没有理由来介入这种事情。但是我们从这几次的演习，我自己很敏感的来看哈，这个我们上次今年3月份的时候，大陆对我们实施2024雷霆海峡 A 的演习来讲的话，那山东舰摆的位置就很明显的是在做一个
犯台的一个演练哈，因为它这个山东舰摆的位置，那叫做反介入跟区域去止的一个战斗位置摆在那边，就是防止你美军来介入。但是没想到这次美菲肩并肩演习，那美国来讲也做这方面的演练，就是我怎么样突破巴士海峡，准备要进来，所以他派了他的所谓的这个海军陆战队滨海战斗船，在吕宋那几个小岛上面摆了所谓挪威的飞弹对舰的导弹哈，但中国也没有在理你，中国居然把山东舰开到那边去，所有的小岛距离那个小岛只有2海里，也就全部在它攻击范围之内。结果没想到这次我跟你讲，我觉得最让我不可思议的，美国居然来的航空母舰是尼米兹号。尼米兹号是今年要退役的军舰呢，他为了这件事情延役了1年，准备明年再退役。那尼米兹号就不走巴士海峡，他走到南边苏禄海那边进去。你知道山东舰做什么动作？他继续给你顶上去。那从这种动作我们看出来，美国来讲已经对这个解放军的作战已经有所忌讳了哈，尤其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自己讲的，这个中国的东风导弹系列的导弹，就超高音速导弹，可以在20分钟之内集成美国所有的航空母舰。我想大概不至于吧，11艘航空母舰你都可以集成，可能不太可能。但是在第一岛链之内，确实是解放军有在地优势。那最近我特别提出一个观察，不管是从中东对不对，卡尔文森号或者杜鲁门号的飞机掉到海里或这次已经要退役的这个老爷爷尼米兹号到台湾海峡来，那我试问一句话，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美国最新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哪里？为什么福特号没有出来？它是电磁弹射的它是最新型的核动力为什么没出来？我觉得川普简直曾经讲过，对这艘航空母舰，在他第1任总统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把这个福特号的航空母舰电磁弹射改为蒸汽弹射，所以这艘航空母舰有问题嘛？它设计了4000次才会故障1次的弹射，就400次就故障1次，一故障以后4条弹射器都不能用，所以那时候川普就曾经讲过这话。那我们不禁怀疑，这个时候这个在中东这个胡塞那边打得天昏地暗的，然后在菲律宾这边你又要跟菲律宾肩并肩演习，结果你把你最新的航空母舰摆在那边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真的福特号如这个川普所说的问题很大，根本就没办法弹射飞机？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没看到福特号正式的这种服役出来执行战备任务。好，所以尤其在第一岛链这边，看起来中国大陆已经没有再害怕美国了。那关税呢？如果用经济制裁，大陆好像也不怕，因为这个川普喊出的150%到200%的关税，如果中国犯台的话，他会这么做。结果现在都已经喊到145%了。那再来看到俄乌战争，他对这个俄罗斯的 SWIFT 制裁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样重大的影响。那习近平接下来还会怕吗？像这个又怎么看？川普当时讲这话的时候，其实国际间都为之。我想台湾我觉得我们的国安体系应该都很就是 heartbreaking 都心碎了。台湾的存亡，天平的另一端就是关税。台湾就直关税嘛所以川普其实这样子，我们都知道，他从在选前，包括就任之后，所有每次在被访问当中提到台湾问题，所有的记者都直接问他说：万一中国大陆打台湾的时候，你会不会出兵保卫台湾？我想他接受这个问题访问超过10次以上了，可他在这个问题当中完全回避，完全不愿意一丝丝的承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他身边包括卢比欧，包括这个赫格塞斯国防部长，都是过去跟民进党关系很好，政府关系很好，跟蔡英文很好的，都是抗中保台的。可是所有这些他的爪牙们的这些，包括印太的布局，川普或白宫都没有进一步的呼应。所以这里头很有意思，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对于川普来说，抗中保台，不应该讲，对于其他的卢比欧来说，抗中保台是连在一起的因果关系。可对于川普来说，中国跟台湾没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当你没有因果关系的时候，没有打台湾当中，我为什么要救你所以我想这里有个最指标性的东西，就是 AIT。我想 AIT 主席到前任的罗森伯格离开之后呢，3个月到现在没有我想这是过去来讲 AIT 在台湾历来当中，这个应该就是主席空缺到现在应该是最久，而且这个指标性，作为 AIT 是整个也就美国国务院派到台湾最高的一个位置的人，你是怎么样？如果你真的很重视台湾，你在
所谓的两岸的这个因果关系上，包括这些战争与和平的操控上，是美国要有所掌握。你怎么会这主席缺了3个月，而且现在连人选是谁都不知道？你要知道 AIT 主席历来讲，只要换人选，这个人选的背景。过去跟中国的关系，跟台湾的过去的背景渊源，都会有非常浮想翩翩，而且会被当时的美国政府究竟对台湾的整体的对待的定位，是一个指标性的、清清楚楚的。结果现在都不知道。所以台湾问题，我们看到，其实川普政府到现在，除了持续的要我们豪猪，要我们要好好保卫自己，军事逼迫我们，要买武器之外，台积电拿走了，关税战也没有要对你台湾松口。这些看起来，你有任何一点对台湾是真正友善的吗？我说川普，如果有的话，你 AIT 主席老早就来了。所以关税难道？